Hello， 我是魏观众，欢迎收看 Nice Chord 好和弦。你在弹任何流行歌的钢琴独奏 cover 的时候，会不会有遇到快节奏的歌就不知道左手应该如何伴奏的问题呢？在今天这部影片，我就要用实例教你如何解决问题哦。这个课程是由好和弦 nicechord.com 免费而且没有广告提供给你。如果你觉得好和弦的课程有帮助到你的话呢，请你考虑购买好和弦最新的240集家庭大包装，以实际行动支持好和弦哦。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应该是很多弹钢琴的人的问题，那就是在弹流行音乐的钢琴独奏的时候，左手除了一直弹分解和弦、爬音伴奏之外，其实不知道还可以做什么。导致说呢，你不管弹什么歌，好像每一首歌都会变得很抒情风这样子。当然，如果你要弹的本来就是慢歌、抒情歌的话，就还好啦。但是如果是要弹的是比较轻快、比较有节奏感的曲子的话，一直给它用分解、爬音伴奏，好像感觉就不太对。所以究竟还有什么其他的左手伴奏是可以听起来比较活泼、比较有节奏感的呢？我今天要拿来当做例子讲解的曲子是 Shawn Mendes 在2018年的单曲 Lost in Japan。它是一个大约介于 funk 跟流行风格之间的很轻快的曲子。当然，因为版权的问题，我没有办法在这边播放啦。所以，如果你还没有听过这首曲子的话，你可以先到 YouTube 上面听听看，然后再回来这个影片哦。如果你搜寻一下这个曲子的钢琴独奏 cover， 点阅率最高的2个影片大概就是这2个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2部影片是怎么样处理第一段主旋律的左手伴奏的。首先，先来看 The Theorist 这个频道上面的影片，我们来听前面4小节就好。他在这首曲子的最一开始，左手大部分都是弹长音和弦，加上一点点的4分音符，只有在第4小节的地方才小小的爬音一下子，整个听起来就是很柔和的感觉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影片，大概在1分钟之后，同一个主题第2次出现的时候，他的左手伴奏变成弹什么？这一次啊，他每一个小节都是弹左手8分音符的分解和弦了，也就是你最常看到大家弹钢琴独奏的左手那种伴奏弹法。这个听起来也是柔和的感觉啊。如果你没有听过原曲，就直接来听刚才2个钢琴 solo 片段的话，你可能会以为这首曲子原本就是很慢速的抒情歌，但它不是。我还是想播一下音乐啦，我们来播1小节就好，好不好？只播1小节应该不会收到版权警告吧？所以我们来播1小节哦，注意听哦。你有没有注意到它的第2拍跟第4拍有那个弹指的声音？然后 bass 是有一个16分音符的节奏，像是这样子，噔噔噔噔。它其实音也不是很复杂啦，但是就是因为这个 bass 跟弹指节奏的交汇，让它听起来很有节奏感。它像是弹指啊，或是小鼓之类的声音，基本上在钢琴是没有办法做出来的。但是我们的确可以在左手弹它原本的 bass 的音，就像是另外一个影片那样子。刚才这个影片是 NPT Music 这个频道上面的钢琴独奏 cover， 它的编曲逻辑非常的简单，那就是右手弹原本的主旋律单音，然后左手呢也直接照着原曲的 bass 来弹。以刚才那2个影片而言，我觉得 NPT Music 当然是效果比较接近原曲的，因为它就真的是弹原曲的主旋律在右手，然后原曲的 bass 在左手嘛。不过，即使是像他这样子写，我觉得效果还是不是很好，听起来就是干干的，有点不够丰富的感觉。我现在到钢琴上再来弹一次刚刚那个 NPT Music 的版本给你听，然后看看我们能不能怎么样改进，让它听起来更好。首先，先来修正一下我刚才说的听起来干干的问题。这个主要是因为它弹太少音了，它的主旋律只有单音，然后加上 bass 也是单音。如果是在原曲还有鼓节奏的情况之下，两边都是单音，听起来可能还好。但是变成钢琴独奏的话，就太单调了。所以解决方法就是找空档，给它加一些和弦进去。那有哪些地方可以加和弦呢？最显而易见的地方，当然就是每一小节的右手第1拍。因为它目前都还没有事情嘛，那除了原本就是休止符的空档时段之外，你也可以考虑在某些主旋律的音下面给它加和弦。那我把每小节的第2拍也加上和弦，然后最后1小节的最后1拍也放一个和弦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的音就不会那么少，应该就会听起来比较丰富了。试试看这样子的效果。
现在的确是解决听起来太干的问题了，但是节奏感好像还缺少了一点。一个可以增加节奏复杂度的好方法，是在 bass 声部加入一些 ghost notes， 来模拟一般 bass 手常常会使用的闷音效果。所谓的 ghost notes 就是一些通常弹得很小声，音高也介于有跟没有之间，但是加在里面却会提高节奏感的一些小碎音。这个概念其实我们频道之前就有介绍过了，你等一下可以回去看看，那个是在很久以前的影片。总之呢，你可以在画面上有底色的地方看到，我在原本左手的其中一些音前面加入一个16分音符，你听听看现在这样子的效果。你有觉得节奏感变得更好一点点了吗？看一下目前我们改到这样子的谱，你有没有发现每一小节右手的第4拍其实都还是蛮弦的？我们在右手每小节的第4拍里面去找一个左手刚好也没有弹的拍点，再加一个16分音符进去，那也就是画面上你看到有底色的地方。我觉得差不多写到这样子，2只手就已经算是很物尽其用了啦。那听听看最后这样子的效果。那最后我来运用以上所有讲到的手法，继续编完主旋律最前面16小节给你看。以上就是今天的用 Lost in Japan 来学钢琴独奏编曲的课程，欢迎您把整部影片画面中显示的乐谱截图下来自己练练看哦。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作曲、编曲、钢琴及电脑音乐的教学，记得一定要订阅好和弦，并且按下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课程哦。我上次看我的后台数据，发现有40%看我影片的人都没有订阅，所以真的赶快来订阅一下嘛，按下面的按钮跟小铃铛哦，拜托。那如果你觉得我的课程有帮助到你的话，希望你也可以考虑购买好和弦的家庭号大包装，以实际行动支持好和弦，让大家都可以继续上免费的音乐课哦。那今天就这样了，我是微微关大伟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